灯红酒绿中，一个高挑性感的热辣女郎吸引了农民工王玉泉的注意，多看几眼，他的眼睛就再也移不开了。发现女人离开舞厅，王玉泉情不自禁地跟了出来。发现女人在打电话后，他便也假装打电话靠近对方，结果却听见女人正为情所困。刘哥，我求求你，你就看在我们刘百顺，你这个王八蛋！女人被一个叫刘百顺的富商抛弃了。看着女人楚楚可怜的模样，王玉泉更是心痒难耐，欲以归还女人落下的电话卡为由套近乎，不料却被女人当成二流子扇了一巴掌。看着女人怒气冲冲的离开，自讨没趣的王玉泉最终也只能悻悻而归。可王玉泉万万料不到，这一巴掌竟成了他结识女人的契机。3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王玉泉和几个工友再次到歌舞厅消遣，却发现这个叫叶小琴的女人竟成了一个坐台小姐。借着之前的那一巴掌展开话题，王玉泉和叶小琴之间的距离很快就拉近了。你怎么当起坐台小姐来了？你那个刘哥呢？你少他妈提他！确认叶小琴跟富商已经结束后，王玉泉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。从这天开始，他就频繁出入歌舞厅，与叶小琴越来越熟络，还经常带她外出喝酒吃饭，希望有一天能和对方擦出火花。却不知道玫瑰虽美，但终究带刺。在随后发生的一件事中，王玉泉确实抓住了机会，可却也因此一步跨进了深渊中。醉酒的两人意外摔倒在街上，叶小琴伤在身上，却痛在心里。他也不要我了。叶小琴酒后吐真言，情感上的缺失让她想起了远在老家的母亲，想回去却因囊中羞涩而陷入窘境。而王玉泉也有着糟心事，妻子与他感情不和，前段时间已经回娘家了，决定不再回来。一个小姐，一个农民工，两人在此刻颇有同命相连的感觉。而为了讨叶小琴欢心，王玉泉第2天就帮叶小琴出了路费，还塞给她一些钱，好让她回家看亲人。叶小琴对此是开心不已，可意外很快出现了。叶小琴竟不小心把钱弄丢了，她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王玉泉。王玉泉得知后，二话不说就跟工地请假，坐上火车到西安找叶小琴。一番安慰后，表示会再出钱给叶小琴买东西。叶小琴闻言顿时心花怒放。找到住宿的地方后，王玉泉就将带来的1000块钱拿给了叶小琴，让她自己安排。但王玉泉却也提出了要求。干嘛呀你？你别这样。你不是说要谢我的吗？两人的关系在这天发生了质的变化。王玉泉向叶小琴表达了自己的真心，还带她到处购物买礼物，却万万料不到叶小琴今天能因为钱跟着他日也会因为钱而背弃他。半个月后，叶小琴从老家回到了石家庄，没想到在车站竟遇到了昔日情人刘百顺。此时的刘百顺相对以往是更加春风得意，而想起刘百顺当初的绝情，气恨难平的叶小琴并没有搭理对方。然而当他看到王玉泉满身臭汗，连衣服都没换就蹬着破自行车来到自己面前时，脸上却爬满了嫌弃。跟风流倜傥的刘百顺相比，王玉泉差的显然不是一星半点。叶小琴最后也没让王玉泉接，而是上了一辆公交车。王玉泉无奈只能紧跟其后。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个意外，更是让叶小琴对王玉泉到了鄙夷的程度。两人在一家饭馆用餐结束后，正准备离开，没想到又不合时宜地碰到了刘百顺。原来这家饭店是叶小琴和刘百顺以前常来的。刘百顺顿时调侃叶小琴念旧忘不了他。叶小琴闻言顿时气不打一处来，想让王玉泉替他出头，可骨子里的自卑却让王玉泉退缩了。小琴，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这就是你找的人呐！啊，我还以为是这儿的清洁工呢。想找回场子不成，反遭一顿奚落。叶小琴顿时憋屈不已，觉得王玉泉平时只会耍嘴皮子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人家欺负我的时候，你连个屁你都没有，你还算什么男人呢你？对王玉泉的懦弱，叶小琴是失望无比。然而当王玉泉到处奔波，给他换了一个更好的住处，连房租都提前交掉的时候，叶小琴却又马上藏起了自己对王玉泉的嫌弃。两人也就此开始了同居生活。为了讨好照顾叶小琴，王玉泉直接包揽了家里的所有家务。对叶小琴，王玉泉显然是真心的，可他不知道叶小琴想要的却并不是一事无成的温柔。这晚，在叶小琴上班期间，富商刘百顺再次来到了歌舞厅，他是专门来捧叶小琴的场的。
一进来就给叶小琴送了一束花以表心意，随后更直接点名让叶小琴陪酒。心有怨恨的叶小琴本想拒绝，但最终还是答应了。而刘百顺找过来是想跟叶小琴再续前缘的。待叶小琴一通气发泄完后，作为情场老手的刘百顺马上开始了他的攻势，解释起了当初狠心提分手的原因。我老婆已经知道我在外面有人了，我为了保护你啊，当然了，也是保护我自己，我只能跟你分手。当初刘百顺突然提分手，叶小琴对此是始终耿耿于怀。但实际上，叶小琴在怨恨之余，对潇洒多金的刘百顺其实仍心存念想。如今刘百顺的一番柔情蜜语下来，叶小琴心里直接是波澜再起。而王玉泉此时还在工地拼死累活，为了早点接回叶小琴，在加班结束后，原本20分钟的路程，王玉泉硬是10分钟就赶到了。为了不让叶小琴嫌弃，王玉泉常在自行车上备一件相对体面的衣服，可结果却在门口看到了叶小琴恋恋不舍送刘百顺的一幕。刘百顺看到王玉泉面色不善的模样，并没有当一回事，一脚油门就潇洒地离开了，只留下王玉泉在原地愤怒跳脚。怒火中烧的他当即上前质问叶小琴为何还和刘百顺勾搭在一起，不料却反遭叶小琴的数落。放干净点，谁跟他勾搭了？我就是干这行的，他是这儿的客人，他要来，我还能赶他走啊？王玉泉闻言顿时语塞，最终只能灰头土脸的道歉。可让王玉泉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刘百顺竟然派人找上了他，并且一出手就是4万块钱，想让王玉泉放弃叶小琴。这4万块，王玉泉几年时间都赚不回来，这让他不禁恍惚了起来。可没多久，王玉泉反应过来后，还是立马追上车拒绝了对方。当晚，王玉泉的老毛病就又犯了。别闹了，别闹了。自从某次和自己的妻子大吵一架后，王玉泉只要一受刺激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胡乱嘶吼抽搐。叶小琴对此早已是不堪其扰，而在叶小琴的追问下，王玉泉还是将刘百顺想用钱逼他让出叶小琴的事说了出来。叶小琴闻言，心里顿时被激起了千层浪。4万，你得赚多少年呀？5年、6年？5、6年算什么啊？我花了30年才找到你。4万块对两人来说显然是天大的诱惑。王玉泉之所以拒绝刘百顺，是想证明自己对叶小琴的真心。可王玉泉怎样都想不到，他带给叶小琴的感动只是昙花一现。叶小琴本就对刘百顺旧情难忘，如今又意外得知老情人为了自己出手竟如此阔绰，更是心猿意马了起来。而当刘百顺再次找到叶小琴，想带她到北京旅游购物的时候，叶小琴再也抵不住诱惑，背着王玉泉偷偷上了刘百顺的车。为了博叶小琴欢心，一到北京，刘百顺都是挑最好最贵的东西买给叶小琴。叶小琴的虚荣心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两人逛了一整天，直到深夜，刘百顺才将叶小琴送到了楼下。两人你侬我侬，依依不舍一番后才道别，却不知道这一幕早被不远处的王玉泉看到了。但令人意外的是，王玉泉这次却并没有爆发，而是独自找地方借酒消愁。第二天虽然仍满腔怨气，但最终还是没有戳破叶小琴的秘密。王玉泉想用这种委曲求全的方式维持他与叶小琴之间的关系，却万万料不到接下来发生的一系列意外却将他伤得体无完肤。这天，叶小琴突然焦急地叫回王玉泉，说母亲在老家被车撞了，急需1000块钱医药费，赚多少花多少的叶小琴根本拿不出来，于是又想到了王玉泉。可他不知道王玉泉此时竟也是囊中羞涩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王玉泉的儿子在学校将同学打成重伤，王玉泉已经将全部的3000多块钱都赔给对方家属了。叶小琴闻言顿时不乐意了，你给你儿子一拿就是3500，到我这儿你连700都没有，我连你儿子1/5重要都没有。你怎么这么说，小琴？我对你什么样你还不知道吗？得了吧你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王玉泉自认为自己对叶小琴已经是掏心掏肺，却不知道在叶小琴眼里，钱才是最好的心意。叶小琴没能从王玉泉这要到钱，转身就跟刘百顺打电话。刘百顺答应帮忙，但也趁机提出让叶小琴陪他。而这一陪就到了晚上。得知叶小琴今天请假没去上班后，王玉泉马上意识到了什么，但他不仅没说破，还将从同事那凑来的1000块钱拿给了叶小琴。为了叶小琴，王玉泉已然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可他做梦都想不到，叶小琴第二天竟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跟着刘百顺来到了一处新房子。叶小琴参观一番后，顿时被当中豪华的装修深深吸引住了。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，只有住这样的房子才般配啊！
这才是人住的房子啊！来吧，那就搬过来，享受享受人的日子。这处新房是刘百顺专门为叶小琴准备的。直到王玉泉那说不通，刘百顺直接将压力给到了叶小琴这边，让叶小琴做出选择。叶小琴起初还对王玉泉心存愧疚，但面对着眼前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，她最终还是投向了刘百顺的怀抱。做出决定后，叶小琴很快就回去收拾行李。本着好聚好散的想法，叶小琴将事情如实告知了王玉泉。得知叶小琴要继续跟着当初甩了他的刘百顺后，王玉泉顿时崩溃不已，试图用自己以往的付出挽回叶小琴，甚至直接挑明，只要叶小琴能留在他身边，他愿意接受叶小琴和刘百顺的关系。然而，王玉泉的卑微最终还是没能换来叶小琴的回心转意。眼看叶小琴执意要走，王玉泉慌忙跟了出来，不料却不慎被路过的汽车撞到，瞬间头破血流。面对王玉泉万般凄惨的哀求，叶小琴良心难安，留了下来。可王玉泉留住了人，却留不住心。没多久，叶小琴又拿起行李想要离开，王玉泉见状再次拦下了她。双方随即再起争执，而这次两人都毫无保留地宣泄出了心里话。叶小琴直言王玉泉给不了她想要的生活，王玉泉则指责叶小琴过河拆桥，自己在她身上花了那么多钱，付出了那么多，现在凭什么说分手就分手？可叶小琴的回答却让王玉泉渐渐失控。咱们本来就不是一路人，我在跟你之前跟过别人，跟你以后还会跟别人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你他妈贱女人，臭鬼！我对你这么好，一点情都不领。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要是好人，你不会放着你自己的老婆不用，过来跟我一起过日子。你还不是图我长得漂亮、年轻？你要长相没长相，要钱没钱，你半夜还鬼叫你，我凭什么跟着你呀？你还骂我！两人的矛盾发展到现在，显然已经完全撕破了脸皮。知道叶小琴已经是匹脱缰的野马，再也拉不回来了，王玉泉便试图让叶小琴将之前他所花的钱还回来。可叶小琴接下来的话，却让王玉泉彻底失去了理智。你是花了不少钱，可我跟你睡了多少回呢？你不是说我是婊子吗？那咱俩就两清了，谁也不欠谁。我告诉你，你他妈说什么干什么呀？悲剧往往发生在冲动中，怒急攻心的王玉泉将叶小琴按在床上后，便死死掐住了对方的脖子。掏心掏肺的付出不仅没能得到回报，反而遭到无情的抹杀和背叛。此时王玉泉的良知已经被不甘和愤怒完全泯灭。直到叶小琴彻底没了动静后，他才瘫倒在了沙发上。叶小琴为自己的贪慕虚荣朝三暮四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而王玉泉也将面临法律的严惩。案件中，王玉泉不满家庭现状，想将错误的外遇建设成新生活的想法，显然太过天真。当付出长期得不到回报，不甘和积怨就会变成一把冰冷的凶器，最终的结局也只能是悲剧收场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